在刚刚落幕的东盟系列峰会当中，日本新首相石破茂首秀国际舞台，他跟韩国总统尹锡悦之间的互动引发外界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面之前韩国国防部爆出了惊人言论，表示日本自卫队在韩国短暂停留，无需国会同意。为什么这个事儿引发了如此大的风波？首先有一个违宪的争议在里头，那么第二个层面也是一个最为关键、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是一个涉及到韩国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以及国民感情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最关键的一点，这里头还涉及到跟美军的一个复杂的关系，因为现在从韩美同盟来说的话，韩国的战时的作战指挥权其实还在美军手上。那么未来如果要决定自卫队赴朝鲜半岛来执行任务的话，那么这个决定权在谁手上？如果开了这个口子之后，那么韩国民众也会担心未来会不会逐步的升级，进一步介入韩国的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这一点也是存在很大争议的。韩国吧，它有一个规律性的这个现象，就是凡是进步主义政党执政的时候，就是你像那个文在寅金大中、卢武铉，他对这个韩日关系很谨慎，民族情绪很强。对，然后那个保守主义，你比如说这个会，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尹锡悦是更加那个保守主义。那么他们呢就属于对朝鲜强硬，但是呢对日本那个要缓和，而尹锡悦走的是最远的。韩国如果下一回再换成进步主义政党的时候，那么日韩关系这个传说外交能不能够这个延续？比如说现在的这问题呢，不仅仅是韩日这个能走多近的问题，其实是走多近的可持续性问题。因为现在是美韩一个双边，美日一个双边，然后日韩之间没有那个没有直接交集，所以这个口子一开呢，驻日驻韩美军就成了日韩军事联系的一个纽带和桥梁，对美日韩三边的军事联系呢，它有一个机制化的催化作用。那现在呢，尹锡悦政府非常想跟日本推动签署这个军需相互支援协定。这个协定为什么对尹锡悦如此重要？接下来他会如何推进？严格讲起来就是说，两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如果能够形成就是联合作战，这个关系呢，它需要三根支柱，一个是信息情报合作。一个就是战情保障合作，就是军需相互协议。比如说，现在你日本没打仗，我打仗了，你把炮弹都给我，到时候我就还你就是了。第三根支柱呢，联合作战，这个事儿吧，好像目前日韩关系还做不到。第三个做不到，至少要把两根支柱建起来。如果一旦条件合适的时候，第三根支柱呢，是利用美国的这个桥梁纽带呢，它可以这个间接的完成。因此，这个从尹锡悦的政策目的来讲，就是说，不做日韩同盟的同盟合作，军需相互支持这个支援协定，前人没干过，那他也要干。原因就在于呢，就是要建立更加巩固的日韩军事合作关系，来这个以更强硬的姿态，或者是更强大的实力地位来对付这个北方。这是他的这个整个的政策构想。这个无人机事件确实呢，让朝韩之间的关系好像又紧张升级了，是这样吗？对。这个无人机事件之后半岛南北双方，具体说就是朝鲜军队一方和美韩联军这方的这种紧张对立一触即发。那么表面看着现在朝鲜半岛会不会战争再起？但实际上呢，更深刻的是双方在战争边缘的博弈。因为最简单的说呢，现在爆发战争对双方都不利，或者都不是时候。所以说现在双方都想把形势拉到悬崖的边缘，但是又不跳下去。迫使对方让步，这个先眨眼睛，这是这个问题的实质。而这个实质里边呢，美国的这个等于现在正在抓这个机会，来进一步的利用当前的紧张局势呢，来进一步的加快美日韩三边的军事整合。韩国媒体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这个三边军事合作的关键是日韩的合作。半岛的紧张局势相当于油门，这个刹车是什么呢？就是历史问题，这个是日韩合作的刹车板。那么现在我们看呢，南北关系又紧张了，无人机事件又紧张了，这就等于油门这个机会又来了。现在美国就开始要踩油门了。日本首相石破茂9号上午在临时内阁会议上宣布解散众议院，众议院议长俄贺福治郎当天下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宣读解散诏书，众议院正式解散，由此拉开了下一届众议院选战的序幕。
石破茂光速解散众议院，发力大选，背后有何考量？曾担任防卫大臣的石破茂启用多名有防务经验的内阁大臣，释放什么样的信息？而日美同盟关系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日本首相解散众议院提前选举，算得上一项常规操作，也是日本宪法赋予的权利。15号，石破茂前往福岛县，在一个鱼市场发表了众议院选举的第一场演说。他表示，为了政治资金虚报问题不再重演，自民党将带着深刻反省的心情参加这一次选举，期望与大家一道建设一个崭新的日本。通常而言，首相选择有利时机解散众议院提前选举，是为了维持和加强执政党统治地位。对石破茂而言，自民党和执政伙伴公民党共获233席即为胜选。另外，石破茂内阁以其显著的防务背景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个人就曾于2002年在内阁担任防卫大臣，其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外务大臣严无义和防卫大臣中谷元都曾担任过防卫大臣，具有丰富的防务经验和专业知识。除内阁成员外，石破茂新任命的自民党政策调查会长小野四五典、官房副长官长岛昭久，以及石破茂身边最重要的政务秘书官垂道明弘，也都有防卫背景。不难看出，石破茂内阁给人重视防卫、偏爱防卫之感。不出意外，在安保方面，石破茂上任后就开始推进军事松绑，追随美国在亚太地区搞阵营对抗。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日前已经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各国海军在印度洋开始举行马拉巴尔联合训练，旨在在安全保障领域也强化日美澳印四边机制。与此同时，近年来日美强化军事一体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一方面，美国要推进实现其所谓的印台战略；另一方面，日本则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深圳卫视梳理发现，日本自卫队2023年参加的多国联合演习达到了56次。公开资料显示，日美举行的年度例行军演包括代号为山鹰、北风和东方盾牌等美国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演习，代号为森林之光和铁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演习，以及代号为对抗北方的美国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联合防空演习等。值得警惕的是，在日本防务预算连创新高之际，防卫省将彻底改革延续了60多年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现行编制，取而代之的是新创建的水上舰队。日本自卫队发言人日前表示，这是对自卫队水面舰艇舰队的彻底重组，预计所有重组计划在2026年3月完成。分析称，防卫省此举名义上是将现有主力舰艇进行更有效整合，但在日本近年持续增加防务预算、突破和平宪法的背景下，其背后的意图令周边国家警惕。我将保卫日本。石破茂在竞选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是时候利用我多年积累的经验来实现这一目标了。对于此番发言，有分析认为，相比安倍晋三和岸田文雄，石破茂实际上对美日联盟的不对等感到不满，他想对现行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进行修订，改变日美同盟非对称性的现状，将其提升至与美英关系相当的对等同盟关系。他还提出，应该让日本自卫队驻扎在美属关岛，以增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目前，日本领土驻扎着约55000名美国军人，而且美国基地运营成本的75%都由日方承担。一项条约规定，如果日本受到攻击，美国必须援助日本，但反过来，日本则没有这样的义务。在选举获胜2天后，石破茂在采访中就谈到了对日本现行的自卫队法进行修改的必要性。该法目前只承认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难情况下的武力攻击。对于石破茂主张的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新任外务大臣严无义仅表示将探讨怎样的方式合适。在8月出版的一本书中，石破茂则直接表达，我认为日本还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竞选期间，在冲绳的一次候选人辩论中，石破茂建议把美国基地改为美日联合运作。冲绳岛位于日本南部，驻日美军大部分驻扎在这里。2018年，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石破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你不必和特朗普总统打高尔夫球，也不必去特朗普大厦，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觉得日本很强大，我们需要有牌可以打才能达成协议，暗示
如果日本只是宣誓效忠于美国，那么日本将被忽视。石破茂在新任首相后，仅8天就光速解散了众议院，创下了战后首相当选后解散众议院的最快纪录。他有什么样的考量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在日本国内舆论有一种说法，就是新的内阁上台之后和民意之间有一个蜜月期，那么这个蜜月期就是一个保鲜度的问题。那趁着这个保鲜度，内阁支持率相对比较高的时候把它解散的话，有助于自民党在下届大选中继续获得更多的议席，来维持它的执政地位。这其实是自民党屡试不爽的一个法宝。那对于自民党这样一个屡试不爽的法宝，你觉得这一次还适不适用？应该讲呢，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它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日本经济。日本经济能不能弄好？就是说，你这个通过这种政治操作呢，它能够在战术、技术层次上能够改变，但是保鲜期呢，毕竟有期，保鲜期过了以后，它就不新鲜了。那么需要进一步新鲜，你就得拿出新的政策，并且得取得新的这种成效。从日本现在自民党的这种内部政治结构看，再加上呢这种利益集团的这种结构看呢，没有哪个政客能够拿出一个大刀阔斧的那个结构改革来解决日本现在的这种社会问题。之前安倍晋三在任上是7年零8个月，时间很长，基本上确定了自民党执政的一个外交和安保的一个路线。之后的菅义伟包括岸田文雄都是按照这条路线去走的。那防卫出身的石破茂他上台之后，在外交和安保上会有什么样不一样吗？对于安倍这个留下的这个遗产呢，他大部分会继承，因为他喜欢。比如说吧，你到了菅义伟的时候，弄成了一个什么呢？今后日本的这个防务预算要达到 GDP 的2%，哎，这个是好，但这个可以有。就是一个没有正规国防力量的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3支大的武装力量，而且它的军费开支呢会成为世界第3大。继续让日本军事大国化，他一定这么干。但是既然大国了，那你美国也是大国，我也是大国，那他咋就不能平等呢？那么他能比那个安倍多出来的事儿，就是要追求美日军事平等。那么这个问题上呢，在今后美日关系当中，恐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是个双刃剑，一方面美国希望日本发挥更大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让日本发挥大到了那个作用大到了跟自己平起平坐。日本有一个前外交官曾经写过一本书，他统计了战后日本所有的首相，凡是对于美国提出要脱美自立、追求对美国对等的首相，他盘点了一下，大概有8个。这些首相都是一个短命首相，被美国以各种无形的手段给弄下去。我们看到战后美国对于日本的掌控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所以石破茂这种举动背后，其实隐藏了很大的一个风险的。日本首相石破茂10月10号启程出访老挝，这是他当选日本首相后出访的第1个国家。然而他人还未到，就已经收到印尼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雅加达邮报》的警告。该报在一篇题为“我们拒绝亚洲版北约”的社论文章当中，直截了当地告诫石破茂，在参加东盟峰会期间，应克制自己，不要宣传建立亚洲版北约的构想，以免自取其辱。日本方面近日吵得沸沸扬扬的亚洲版北约计划所为何物？为何说这又是一场注定破灭的闹剧呢？日本首相石破茂会在此次出席东亚峰会期间提出亚洲版北约的构想，但由于遭到日本国内外质疑和反对，石破茂最终没有在公开发言中提及。创建亚洲版北约是石破茂9月自民党总裁竞选纲领的一个内容。10月1号当选后，便急于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网站发表《日本外交政策未来》的文章，鼓吹建立亚洲版北约。他声称，由于亚洲不存在北约这样的集体防卫体制，没有相互防卫的义务，就容易发生战争。西方盟国应当创设亚洲版北约。显然，这一带有火药味的好战言论引发了东盟国家的不安。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哈山直言，我们不需要东盟的北约。泰国总理佩通坦则表示，域外势力正在日益影响东盟地区安全。也许是强烈的反对声让石破茂有所收敛。10月4号，他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完全没有提及亚洲版北约一事。10月8号，面对日本维新会参议院会长浅田均质询时，石破茂称，此前提出创建亚洲版北约是作为一名国会议员的想法，我不认为此事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作为一个国家的首相，我首先要致力于外交和安全课题，暗示将搁置此事。
石破茂所谓亚洲版北约的构想，是在日美结盟的基础上，深化日韩安全合作，建立并升级与加、澳、非、印、法、英等国的准同盟关系，形成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轴服式体系，并部署美国核武器，进而发展为所谓的亚洲版北约，试图联合西方国家遏制中国。讽刺的是，日本的几个重要印太盟友却都不认同这一构想。去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曾表示，美国并不打算在印太地区建立北约。今年9月，美助理国务卿康达直言，现在讨论这样的提议为时过早。印度外长苏杰生则明确表示，新德里不赞同石破茂的观点，印方没有考虑该战略架构。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也对此表示拒绝。澳方认为，当前已经有了自己的国防关系，也有类似的机制存在。亚洲版北约概念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在冷战背景下，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尝试推动缔结太平洋公约未果后，拼凑起了针对苏联和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被视为亚洲版北约的前身。该组织由于内部矛盾重重，未能采取任何共同防务行动，在中美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最终解散。而近来，北约多国相继向日本周边派出舰机，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开展联合训练。此外，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已经连续3年出席北约峰会。这些事实表明，在美国的鼓动下，日本不断加深与北约的勾连，积极扮演亚太北约化和北约亚太化的推手，将给亚太战略安全环境带来深刻负面影响。不仅是美日加强合作，拉高地区紧张局势。韩国总统尹锡悦上台后，更积极向美日靠拢。美国总统拜登通过国务卿布林肯，在东盟老挝峰会期间，向韩国总统尹锡悦传达，韩美日3国领导人有望在今年年底举行3边峰会，将是去年在戴维营举行的历史性3边峰会的后续。近年来，美国以印太战略为名，在亚太地区加快投棋布子。美日印澳4边安全机制、奥库斯、美日韩和美日菲等小多边合作不断加深。与此同时，日韩澳新4国领导人连续3年受邀参加北约峰会，与北约强化军事安全合作。2022年，北约发表新版战略构想，将触角伸向亚太地区。这些动作被视为亚太北约化和北约亚太化正在加速发展。对此，地区国家保持高度警惕。印尼当选总统普拉博沃曾指出，国家之间应相互尊重彼此的安全利益，不应强加己见。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在任期间也多次发声反对这一对抗。虽然美日韩3国不断强化3边关系，力争建立战略同盟、价值观同盟和军事准同盟，但其3边合作也面临不少困难。由于日韩受到历史等问题的影响，准同盟短边萎缩，阻碍了3边合作的常态化和机制化推进。尹锡悦的对日政策并没有得到国内的高度支持。韩国4家民调最新数据显示，尹锡悦的施政表现好评率降至24%，再创新低。在前几天结束的东亚峰会上，与会各国最终并没有发表总结宣言。对此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指责称，这是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试图使东亚峰会的总结宣言深度政治化所致，要把亚太地区纳入到北约利益区。你怎么来解读拉夫罗夫的这一番表态？拉夫罗夫显然反映出了俄罗斯的这个观点，但是从更广泛的角度啊，这次的这个总结性宣言没有发表呢，其实是因为美国所追求的会议目标跟东道主东盟追求的会议目标正好是两拧。你看，从这个东盟系列峰会，希望这个聚焦经济发展，然后你看美国人从这个会议发言也好，到他提的建议呢，他聚焦的是地缘政治，就是我要搞经济发展，你要搞地缘政治，然后你说吧，这声明咋写？最后就只好不了了之。石破茂在这个会议之前就说要建立这个所谓的亚洲版北约，人还没到呢，就遭到了地区国家也是强烈的予以谴责啊。那您怎么来看这个事情？首先就是体现出了，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国家，其实对于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包括充满意识形态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小圈子的一个本能的这样的一个抵制和反对。这个其实与东盟一贯的不愿在这个大国博弈的过程中选边站队是一脉相承的。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是说，也反映出就是说，在当前亚太地区国家普遍追求和平与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吧，地区国家对于任何一点
可能挑起地区国家之间矛盾的这样的一个矛头呢，是非常的警惕和警觉的。所以就是说，在石破提出这样的一个构想之后呢，迅速的予以这种批判和这种反驳，来表达就是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不愿意将这个亚太地区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或者是新冷战的这样的一个对抗的平台吧，而是希望它成为这样一个合作的一个高地。其实我们知道，北约呢，它是源于冷战时期的对抗色彩非常浓厚的这么一个军事集团、军事组织啊。那么石破茂他口中臆想出来的这个所谓的亚洲版北约是一个什么样子？它会对地区安全构成什么影响和危害？首先我们看北约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一个集团，我们其实给它一个准确的定性，它叫政治军事集团。它里头有3个特征，第一个是意识形态挂帅，也就是要维护美国主导的所谓的西方自由主义霸权这么一个世界秩序。那么它天然的它是要搞意识形态对立的，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搞地缘政治。我们知道冷战期间，东西方阵营在东欧的边界其实是长期对抗的。那么现在冷战之后，北约也不断的在东扩，在玩地缘政治这一套，其实也是现在俄乌冲突的一个根源所在。对。那么第三，它是一个集体防御的体系。那么它的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它是要维护它自己集团内部的一个绝对安全。那么现在石破茂要把他的所谓亚洲版北约引到亚洲地区来，其实根本上也是想要在亚太地区复制北约这一套。那么他搞的还是这一套意识形态挂帅，搞地缘政治，那么还要包括要维护美国及其盟友这个小圈子的绝对安全。那么它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地区的军备竞赛，造成地区的分裂，影响地区的团结，破坏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所以它的危害是很大的，肯定是得不到地区国家的广泛支持的。所以我们看到，包括美国自身在内，包括美国在地区的盟友在内，基本上全是清一色的反对的态度。日本的那个亚洲版北约跟美国那个想法不一样。首先我们定义亚洲版北约，它首先也是个架构和职能跟北约一样的。那么北约的这个核心条款，那就是集体安全、集体防务。那么这个亚洲跟欧洲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呢？就是亚洲的差异性，我觉得应该是全世界各大洲差异性最大的。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包括安全利益，它那种错综复杂交织。你比如说，咱就说美日韩，美日韩本来都是盟友的盟友，对吧？那结果呢，就是日韩之间到现在这个矛盾也是剪不断理还乱。二呢，就是共同的敌人才能产生共同的同盟。你认为那个某一个国家是敌人，说我可能跟那国家关系还不错，然后我认为这国家是敌人，说你说那国家能成敌人吗？他敌人的认知和这个安全的利益差异大，所以这个情况下，美国人也清楚，就是说亚洲差异之大，特别是安全利益差异之大，根本凑不成同盟，就是北约这个级别的同盟，这个是做不到的。日韩两国明年要高调的庆祝这个建交60周年，但明年其实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日本战败投降80周年。历史问题又成了日韩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不稳定因素，或者是日韩关系的不稳定呢，导致美日韩呢又出现了一定的倒退，肯定会导致就是说不论走多远，最终还是要回到原点，然后再重新走一遍，就是说反反复复形成一个螺旋状的情况吧。针对美国不断拉拢盟友，想方设法搞阵营对抗，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破局呢？我们现在中国的外交周边外交叫做亲诚惠容外交理念，这还要坚定的贯彻落实下去。同时，我们也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其实是完全跟美国以及他的盟友所奉行的那一套北约式的零和对抗、阵营对抗的思维是完全截然相反的。我们坚持的是一种开放包容，而他们的是一种封闭的对抗型的一种思维。